小姐身子骨不好，于是每到深夜，我便替换她去伺候侯爷。侯爷，夜深了，您就歇息吧。时辰尚早，为夫怎舍得安寝？讨厌，妾身身子乏了，想先去梳洗一番。去吧，快些回来，为夫在榻上等你。进去吧，机灵点儿。赵丽，不要出声，绝对不要让他点灯。若是露了破绽，你知道后果的。是，小姐。我是下贱的家生子，连这具身体都不属于我自己。每夜熄灯后，我便替换小姐爬上姑爷的床，在这黑夜里做个见不得光的影子。怎么磨磨蹭蹭的，让为夫好等？身上怎么这么凉？妾身方才在外面赏了会儿雪景，贪凉多站了一会儿。这大冷天的赏什么雪？奴婢给小姐请安。怎么这么晚才出来？莫不是舍不得侯爷的温存，真把自己当主子了？奴婢不敢，侯爷睡得沉，奴婢怕起身的动静惊醒了他，这才费了些功夫，请小姐明鉴。昨夜他都说了些什么？一字一句原原本本给我复述出来，敢漏半个字，我扒了你的皮！侯爷说，朝堂上宰相大人又被弹劾了，让您得空多回娘家走动，探望一二。还说库房里新进了一批蜀锦，让管家全送来给您做春装。算他有心。还有呢？床壁之间，他可有察觉异常？侯爷未曾起疑，一切顺利。好个狐妹子，平日里装的清高，上了男人的床倒是一点也不含糊。下贱胚子，也敢留侯爷的印记！小姐明鉴，奴婢都是按您的吩咐行事，绝无半点勾引之意。若不是我这身子经不住侯爷折腾，这天大的恩赐也轮不到你。滚去遮好了，若是漏了半点风声，我要你一家老小的命！奴婢明白。背着我偷野汉子去了，怎么一大早不见人影？侯爷净胡说，妾身不过是去小姐，哪有您这样打趣人的？侯爷，别这样。你这丫头倒是有趣。屋里烧的地笼，人人都穿得轻薄，你为何穿这么怪的衣服，捂得这般严实，不热吗？侯爷您忘了，开云是个哑巴，不会说话的。哑巴？是啊，这丫头自小就跟在我身边，手脚勤快，只可惜是个口不能言的废人。我是会说话的，可在他面前，我只能是个哑巴。哦，原来是个小哑巴，这模样长得倒是清秀，怪可怜见的。夫君这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是看上我这哑巴丫鬟了？夫人这话说的，我还没怪你，你反倒先怪起我来了。侯爷何出此言？你看看，这是不是昨夜你做的好事？下嘴这般凶狠，可是想谋杀亲夫？
侯爷昨夜太过神勇，妾身一时情急失了分寸，还望侯爷恕罪。夫人这是说的哪里话？本侯就喜欢夫人这般热情的模样。小姐息怒。贱蹄子，你这狐妹子功夫倒是见长，真以为爬上了床就能做半个主子了？你怎么敢咬侯爷的肩膀？你是不是在向我挑衅，在向我炫耀侯爷有多宠幸你？不是的，小姐，奴婢不敢，奴婢绝对没有这种心思。那是侯爷他……闭嘴！我不想听你这些下作的借口。来人，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骨头给我绑了，拖去后院的破柴房。小姐，求小姐开恩，奴婢真的知错了，小姐饶命啊！给我关好了，不准给水，也不许给饭。是，奴婢明白。给我老实待着吧！陆白恒今天一早便去了京郊大营巡兵，整肃军纪，没有3、5日根本不会回来。他不在府里，小姐若是想惩罚我，有的是法子。看在银子的份上，就给你1炷香的时间啊，搞快点！要是被夫人发现了，咱们俩都得掉脑袋。多谢妈妈，我看一眼姐姐马上就出来，绝不连累你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花素，姐姐，你别说话，省点力气。快，我买通了门口的妈妈，偷偷拿了碗热汤进来。姐姐，快喝一点，咽下去，喝一点就有力气了。你真是疯了！你怎么敢跑进来？万一被小姐知道，她会活活打死你的。我不管，咱们一起来的侯府就要一起活着。姐姐，你到底怎么惹怒夫人了呀？她为什么下这么狠的手？别问了，这种烟杂事你少打听。侯爷什么时候回来？听院内当差的妈妈说，侯爷今天巡防提前结束了，今晚就能回府，还要去夫人院里呢。外面还有什么别的事发生吗？大少爷的身体又不行了，今天太医院的王太医来看过了，一把完脉就连连摇头，说已经是无力回天了。老夫人听到这话，当场就晕过去了。醒来后，已经吩咐管家开始偷偷准备后事了。准备后事？竟然这么快！行了，时间到了，赶紧出来，再磨蹭我就锁门了啊！姐姐，我得走了，你一定要撑住，我明天再想办法来看你。开云啊，罚你的事是我那日太冲动了。本来想着你这丫头不懂规矩，只是关你半天，让你长个记性就放出来的。谁料到这几天府里上上下下都在为大少爷病危的事儿忙得不可开交，我这一乱，竟一时把你给忘了。你可千万别怨我。奴婢不敢，只是当初奴婢替您办事时，小姐曾亲口答应过奴婢，只要替小姐伺候3年，3年期满就放奴婢出府。你想走？是，奴婢绝不敢忘小姐的天大恩典，只是3年之期将至，奴婢想求个恩典。可我身体尚未完全养好，侯爷还离不开你。小姐，可是你明明答应过我的。赏花宴上，陆白恒对小姐一见钟情，以正妻之位求娶。可新婚之夜，小姐却晕在了榻上，一连3夜，2人都没能圆房。
荒唐，真是荒唐！洞房花烛夜竟然晕死过去，我侯府怎会娶了这样一个病秧子主母？这传出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？听说新夫人有心结，根本受不住侯爷的恩泽。就是，侯爷武将出身，这身子骨哪能行啊？情急之下，小姐想出了偷梁换柱的法子。我绝不能让那些贱妾踩到我头上来，绝不能让侯府有庶长子。开云，你与我身形最像，声音也相似。从今往后，每晚就由你来替我伺候侯爷。小姐，使不得！那可是侯爷，奴婢粗鄙，若是被发现，恐连累小姐。你不去，我现在就发卖了你妹妹花苏，把她卖进最下贱的窑子，把你爹娘发配到庄子上做苦力，直到累死。不要，求小姐开恩，求求你！3年，只需你替我带姓3年。这3年里，我会好生调理身子。3年一到，我给你一笔丰厚的银子，把身契还你，放你们一家离府，过自由日子。奴婢遵命。小姐，你说过3年就我离开的。如果你非要走的话，也不是不行。那我也只能让花苏代替你了。你们是同胞的亲姐妹，无论是嗓音、身形还是气质，都极其相似。只要嬷嬷稍微调教一番，晚上关上灯，侯爷喝了酒，是察觉不出任何差别的。不要，小姐不要，求您放过花苏，她还是个孩子，她什么都不懂，一切都是奴婢的错。行了，停下吧。若是磕坏了脸，被侯爷发现了，可怎么办？只要你乖乖听话，继续做好你的替身，我自然不会动花苏一根手指头。那能否让侯爷给奴婢一个名分？名分？沈开云，你想做主子了？我若想给侯爷纳妾，有100个人选，左右绝对轮不到你。你也别妄想走侯爷的路子，他心里只拿你当个玩意儿。就算你最后成了他的同房，我一根手指就能除掉你。可是婢女早晚是要配人的，难道要我一辈子他床上的替身吗？门房的儿子与你同龄，我便赏你们成婚。门房的儿子，那个天生智力有缺、心智只有3岁儿童的傻子。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好玩儿！那个傻子不仅智力低下，而且生性极其暴虐，最喜欢用暴力虐待打人。小姐竟要把我配给他！侯爷回来了，这几日巡防京城是累着了吧？快坐下喝口热茶，暖暖身子。怎么回事？这丫头毛手毛脚的，伺候时不当心，失手打破了西域刚进贡来的杯盏，那可是稀罕物，我正训她呢。对了，大哥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这些天我费尽心思问过府里上上下下的女子，侯爷，我说句实话，这姻亲之事听起来实在瘆人，没有哪个妙龄女子愿意去守一个将死之人。这有什么不愿的？随便寻一个出身低微的女人，拿捏住她的家人便成了。老夫人那边恐怕不愿。重金之下必有勇夫，重刑之下也一定能成全这桩亲事。只要事情办成了，谁管过程如何？母亲因为当年的旧怨，一直不嫌你。
若你能漂漂亮亮办成这件事，解决了他老人家的一桩心病，他一定会对你改观。侯爷说的是，妾身明白了，妾身一定替侯爷办妥此事。是不是想我了？还想走吗？本侯对气味极其敏感，早就知道你和夫人偷梁换柱的把戏。怪不得他一次比一次更放肆，一次比一次更不顾及我的死活。原来他早就知道身下的人不是他的妻子，所以根本不必再收敛伪装。那侯爷打算什么时候给奴婢个名分？名分？你是夫人的陪嫁丫鬟，名分只能她给。我若亲自开口要，岂不是伤了我们夫妻的情分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头本侯叫人给你送些衣物首饰。等过2年，夫人身子彻底调理好了，本侯便抬你做个通房。小姐说的没错，白睡的女人确实不需要名分。怎么，高兴傻了？谢侯爷厚爱，只怕奴婢没那个福气。不过是被本侯睡过几年，别心性太高。通房还不够，难道非要本侯抬你做个姨娘？你也得顾着你主子的脸面，顾着本侯的名声。奴婢卑贱之身，不敢奢求名分，更不敢污了侯爷的名声。只希望侯爷和小姐恩爱一生，白头偕老。听说了吗？老夫人昨晚在福寿堂哭了一宿，能不哭吗？大爷是老夫人的心头肉啊！可惜大爷病重多年，至今都还没娶妻，连个暖床的通房丫头都没有。老夫人心疼得很，所以想趁这几天替大爷寻个日后可以结姻亲的女子。结姻亲，别人避之不及的地狱深渊，可是对于我这个连命都掌握在别人手里的蝼蚁来说，这何尝不是一条生路？你们不给我活路，那我便自己寻。放肆！哪个院的没规矩丫头，竟敢在老夫人礼佛时喧哗吵闹！奴婢沈开云，愿与大少爷结姻亲。你抬起头来，你知道自己刚才在说什么吗？奴婢知晓，奴婢愿意为大爷守节祈福，至死方休。大师，如何？这丫头的八字可冲撞了檀儿。老太君，奇也！此女与大爷的生辰八字不仅不冲撞，简直是天造地设，极其汇合。且她出身贫苦，命格却极硬，是个有大福报的人。大爷与她成姻亲，于来世投胎也大有好处。阿弥陀佛，祖宗保佑，祖宗保佑啊！好孩子，你……侯爷夫人到。
听说母亲这里有大喜事，找到愿意与大哥结姻亲的姑娘了？不知道是谁家院里的丫鬟，真是人心，母亲定要好好奖励她才是。回侯爷，夫人，是我。你不是个哑巴吗？陆白恒这戏演得可真好。回侯爷，我会说话，只是小姐不喜欢我的声音，不许我出声。你胡说什么？孩子，你可知道，你若应了此事，等日后我那苦命的檀儿去世后，你就得给檀儿守寡，这一辈子你都只能做一个寡妇，你可想好了？绝不后悔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！你可有什么想要的？无论是钱财还是宝物，只要是我能做主的，都给你。奴婢有个妹妹叫花苏，求让她的老夫人身旁服侍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只要是这侯府里的丫鬟，我都能做主。难为你在这个时候还惦记着妹妹，有你这份心，我定护她一世无虞。母亲，花苏是我的丫鬟，按理说原本我是不该吝啬的，只是她毕竟是我的陪嫁丫鬟，恐怕……不过一个丫鬟，母亲想要你给就是了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是儿媳遵命。去，把沈开云和花苏的身契取来。拿着吧。多谢老夫人恩典。花苏，快给老夫人磕头。奴婢花苏叩见老夫人。是个乖巧的孩子，起来吧，以后就留在我的院子里服侍。开云，你放心，我这把老骨头不知道还能活多久，但我向你保证，在我过世之前，定会给花苏寻一个稳妥的去处，绝不会让她再受人欺辱。老夫人大恩大德，奴婢无以为报。奴婢承诺，此去碧湖居，定当尽心尽力服侍大爷，至死不休。这里除了老夫人的恩准，平日没人敢来。你既然应了与大爷结姻亲，以后就得日夜守在这里了。我既已答应老夫人，绝不反悔。只要能留在碧湖居，我什么苦都能吃。唉，倒也不是什么体力上的苦。大爷他情况特殊，极不喜欢旁人服侍，这里只有我一个老头子陪着他。
他就是侯府真正的嫡长子陆檀。兄弟二人长得竟然一点都不像。陆白衡常年习武，肤色偏深，硬朗结实，满眼都是算计，而他皮肤比沈初晴还要白上几分。若是忽略性别，这模样当真是极度貌美，像一碰就碎的冷玉。山一大叔，我初来乍到，不懂碧湖居的规矩，为了不惹恼大爷，能不能请您教教我，他平日里都有什么喜好、脾气，又有什么忌讳的东西？喜好嘛，大爷以前极爱看书，可现在连翻书的力气都没了。至于忌讳，那可太多了。他最忌讳别人把他当个废人看，已经大半年不肯好好喝药了。这怎么能行？不喝药身体如何受得了？丫头，话别说得太早，等会儿大爷醒了，这碗药就由你端进去试试。大爷醒了，是该喝药的时辰了。山一说他脾气古怪，我必须得小心应付，绝不能第一天就被赶出去。大爷，该喝药了。你就是那个等我死后要同我成亲的女人。是。我那母亲真是什么荒谬的主意都能想出来。起来。请大爷喝药。他居然接过去了。我不想喝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奴婢不能拿您怎么样。哟，这么快就喝完了？哼，我还以为你们要在里面大战300回合呢。全倒进床头那盆兰花里了，他连尝都没尝一口。我早就告诉你了，大爷他就是这个臭脾气，怎么，这就受不了，打算放弃了？我只是不明白，您说他是个至情至性之人，可我只看到他暴躁易怒，刻意糟蹋自己的身体，这算哪门子的至情至性？丫头，你别看他现在这副半死不活、刻薄厌世的模样，你可知他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什么样？大爷他自幼天资聪颖，13岁参加乡试拔得头筹，15岁便高中探花，名动整个京城。等待他的本来是一条登峰造极的人臣之路。15岁的探花，那他为何会变成如今这副只能卧床的虚弱模样？可惜啊，就在授官的前日，他与现在的侯爷陆白衡一起赏鱼，却不小心坠入湖中，心急发作，数日昏迷不醒。你们这些废物，连大少爷都伺候不好，给我狠狠的打！老夫人一怒之下，将大爷身边伺候的丫鬟小厮全部打成了残废，直接发卖了出去。自那之后，大爷醒来知道了这件事，就再也不让任何人服侍了。我听懂了山一的话外之意，陆檀不是那种不把奴婢当人看，视我们如草芥的主子。他赶走所有人，用恶劣的脾气伪装，是为了不让任何人再因为他受连累。他饱读圣神书，明理懂事，有是非之分，和那个拿下人当替身和玩物的陆白衡完全不一样。山一大夫，劳烦您再抓一副药。他都到了，你还要熬？他到一次，我便熬一次。他知道我要与他成亲，还刻意对我发脾气赶我走，可我偏不如他的愿。你怎么阴魂不散的？我说了我不喝。
滚出去！别逼我叫人把你扔走。山医说他半年不肯喝药，才闹得这般气息延伸。他这副身子，若是再这样任性下去，恐怕真的活不了多久了。大爷，我迟早是要与你成亲的。不如我现在就使用一下妻子的权利，要么您现在喝药，要么……妻子的权利，你想怎样？你一个下人，还想强迫我不成？好好劝是没用的，只能用非常手段了。既然连死都不怕，我还怕得罪他吗？你放肆！往事流转在你眼眸。他身上好凉，简直像一块冰，连气息都透着一股苦涩的药味。这副表情，陆白恒以前调戏寺庙里的尼姑时，那些尼姑梨花带雨羞恨的脸，竟然跟此刻的陆唐诡异的重合了。我居然对一个重病在床的大少爷做这种事，好有负罪感。大爷，不喝药的话，我就再轻薄你一下。滚出去！陆檀，母亲安好。檀儿，你竟能自己走出来了！单爷怎么会突然好转这么多？这会不会是回光返照？哈哈哈哈哈！老夫人别多心，大爷这是实打实的好转了，脉象稳固。体内那股乱窜的阴寒之气已经平息了大半。阿弥陀佛，祖宗保佑，真是祖宗保佑啊！老夫人要谢，可别只谢祖宗，这多亏了开云这丫头。我曾对老祖宗说过的，这丫头命格极硬，八字带火，与大爷正相补。有了她在这碧湖居日夜相伴，阴阳调和，大爷的病自然有了生机。这可是天定的福星啊！开云啊，站着做什么？过来，坐到我身边来。唐儿，开云这段日子伺候的你怎么样？他将儿子照顾得很好。大爷有所不知，开云是个顶聪明伶俐的丫头。原先在我院里时，她伺候侯爷的功夫，那也是上佳呢。这就是你对未来嫂嫂的态度吗？老二媳妇，你虽年轻，可也不能太不懂规矩。母亲，
儿媳只是随口。闭嘴！母亲和兄长在这儿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还不嫌丢人现眼？姐姐，数日不见，我可憋坏了，府里出大事了。怎么了？瞧你这大惊小怪的模样。小姐她居然在外面买了个扬州瘦马伺候侯爷，那嗓音那身形，简直和小姐别无二处。这种密事你怎么知道的？那晚侯爷大发雷霆，把那女人打了个半死，直接扔在小姐面前。现在他们已经彻底分房睡了。侯爷！既然你不愿与本侯共枕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踏进你院子半步。分房睡就是明摆着告诉全府的人，我们夫妻不睦，夫君不宠，婆母不喜，还没有子嗣，怪不得今日堂上小姐看起来那么憔悴怨毒。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。时辰差不多了，我得赶紧回老夫人那边伺候了，快去吧。檀儿，你看这红锦鲤倒是机灵，全挤到你那边去了。是母亲福泽深厚，连这鱼也沾了喜气。夜风凉了，我去给大爷取件披肩来，免得寒气入体。去吧去吧。你到底是不是他？回答我！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说话还想在我面前装哑巴吗？你以为不说话还有意思？哼！你以为不说话就能躲过去了？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哑巴，根本不需要通过声音。你疯了吗？你怎么敢？你怎么敢这么愚弄我们兄弟二人？尤其是我！难道在我身边做个通房，不比给大哥守一辈子别强？你当真愿意与一个死人成亲？我当时提过你是否给我一个名分，是你不愿。如果我不这么恐惧，取而代之的就会被小姐指给傻子。到那时候我已成人妻，就算你想给我位分也不行了。怎么去了这么久？遇到了一只挡路的疯狗，绕了点路。哎呦，夜深了，大爷左等右等不见你回来，怕你出事儿，非要推着轮椅出来找你。我是怕他笨手笨脚坠入湖里，扰了鲤鱼的美梦。是，奴婢该死，差点惊扰锦鲤的美梦。在这个吃人的侯府里，只有在碧湖居，在这盏灯下，我才觉得自己像个人。
沈开云，你为什么想跟我结姻亲？不想嫁给傻子。我猜也是这种理由。怎么突然生气了？我又说错什么了？大叔，你这是？大爷的病情暂时稳定了，我得去一趟西南，采些珍奇药材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大叔，你要走多久？万一大爷他……为防大爷有什么突发情况，这个你随时带在身上。这是西南秘术，只要你遇到绝境，按碎盒子，蛊虫死，我这边便能感应到千里传讯，无论相隔多远，我都会立刻赶回。哎，我是不是要改口叫夫人了？大叔，您可别开这种玩笑了。怎么？我看大爷对你挺上心的。姻亲，哪能跟真正的结亲相提并论？我最后的归宿，大抵是在那暗无天日的佛堂，永远的以大少爷遗孀的身份，保佑他来世安康顺累。这是我与老夫人心照不宣的交易，仅此而已。你出去，我自己来。你现在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，别闹了，水要凉了。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子，真不知道羞！如果是未经人事的少女，脸皮自然不如我这样厚。可惜，我已经不是了。是，奴婢不知羞，侯爷自己洗吧。又写歪了。心不静，万无力，怎么写得好？跟着我的力道。奴婢太笨，字帖上的字太难了。倒是昨日那首诗，奴婢已经全部背下来了。呀，我们开云真厉害。你这语气像是在哄小孩。你今年多大？18。我比你大了快10岁，在我这儿你就是个小孩儿。不知不觉，我来到陆檀身边已2年了。小丫头，你别总拿他当琉璃菩萨供着。老夫这几年日日用秘术为他固魂，他现在结实着呢。山一大叔说笑了，大爷身子金贵，自是马虎不得。由他去吧，他乐意操心。小子，赶紧的，亲自在火烛前许一个愿望，神明定能听见。你替我许，你想让我求什么，我就求什么。
思念如潮水，翩翩起舞兮。我想让他求什么？我想让他活下去，想让他挣脱这半阴半阳的宿命，想让他永远在我的世界里。我希望你快乐。怎么个快乐法？自然是身体好起来，然后娶个高门贵女，子孙满堂，仕途顺累，大抵如此。是真心话吗？是。好，真好。真心吗？并不重要。我本是泥沼里的残花败柳，如何配得他？只要神明显灵，只要他能活下去，其他都不重要。我想出府。大爷想去哪儿？是去京郊看梅花，还是去西山看雪？我这就去准备。大爷，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听闻民间有灯会，去那儿凑凑热闹吧。自随小姐嫁入侯府以来，我每日战战兢兢，已经好久没去过了，心里竟有些说不出的雀跃。好，我去给您拿最后的大糖。您看那个，上面的小人会动呢。你若喜欢，便买下。陆大公子，真巧，竟能在这灯会遇上你。见过郡主。既然碰上了，不如你我比一场猜童谜如何？愿赌服输，我请你去京城最好的酒楼吃饭如何？你要不要一起？奴婢身份低微，你要是去的话，奴婢就在外面等着你。沈开云，哎呀，一个下人而已，管他做甚？我们走吧，我早就订好了雅座。听说了吗？摄政王和王妃亲自上门给端严郡主说亲了，求的可是咱们大公子。天哪，大公子虽然才华横溢，可那身体，郡主怎么会看上他？你懂什么？听说郡主根本不是一见钟情，早在10几年前，郡主就芳心暗属了。后来大公子病重，郡主硬是扛着不肯出嫁，才生生耗到了今天。奴婢愿意离开侯府，成全大爷和郡主的好事。哦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檀儿近来身体大好，这里面少不了你的功劳。奴婢不过是个低贱的丫鬟，能伺候大爷一段时日，已是几世修来的福分。奴婢请山医算过，大爷与郡主的生辰八字也是格外契合的。郡主出身高贵，书书琴画无一不通，对大爷更是一往情深。相比之下，奴婢只会成为大爷的污点和绊脚石。好孩子，委屈你了。你如此深明大义，我侯府也不会亏待你。起来吧，到我跟前来，告诉我你想要什么，金银珠宝还是田产铺子，只要你开口，我能给的都给你。
奴婢不要金银珠宝，也不要田产铺子，只求老夫一大恩，放奴婢脱籍，还奴婢一个自由之身。孩子，你大可不必如此。凭你的功劳，你可以向我要很多很多东西的，足以保你后半生衣食无忧。奴婢只求自由。李嬷嬷，去把他的身契拿来，消了奴籍吧。姐姐，你带我一起走吧，我不要留在侯府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花苏，别胡闹。我出了侯府，就是平头百姓了。外面的世界风餐露宿，要靠自己做苦力谋生，哪有在老夫人身边当差轻松安稳？我不怕苦，姐姐去哪我就去哪。胡说！你从小就没吃过什么苦，怎么受得了外面的风吹雨打？我已经同老夫人说好了，只要你在她身边好好当差，不惹是生非，没人敢欺负你。将来到了年纪，老夫人会给你配个清白人家，必会衣食无忧，美满幸福。作为姐姐，这是我能为你谋的最好的路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的，知道吗？姐姐，姐姐，这些钱你带着，路上买好吃的，别委屈了自己。凯云姐姐，你以后一定要保重啊！这是我们凑钱买的平安符，你带在身上。谢谢你们，大家在府里也要多加小心，照顾好自己。怎么走得这么急，连一声道别都不肯跟我说吗？侯爷进来。侯爷，只要你想，我现在就纳你为妾室。你若还像以前那样殷勤侍奉，沈开云，我便专宠你一个。沈开云，你笑什么？别总这副清高不屈的表情，怎么不屑于攀我这高枝，还指望陆唐来挽留你吗？这与你无关，让开。你大概不知道吧？你前脚刚走，郡主后脚就要住进碧湖居了。那可真是位痴心的佳人啊，身份尊贵，倾国倾城，你拿什么跟人家比？你那么尽心尽力的伺候陆唐有什么用？他身体好了，便不需要你了，白白为他人做嫁衣。也不知道若干年后，陆檀还会不会记得你？你看看，你今天走，他连送都不送你一下，可见你在他心里是何等的微不足道。开云，今晚你开不开心？开心？是看灯会开心吗？不是，是你和那位郡主走在一起时，宛如一对璧人。我的许愿开始显灵了，我很开心。看我和别的女人在一起，你就这么高兴吗？那么漂亮的女子，以后可能会是府里的大夫人，
他能照顾好你，又和你门当户对，我当然高兴啊。沈开云，原来你这么没心没肺啊！说完了吗？侯爷若是没有别的指教，民女告辞了。100两，500两，1000两，这是几万两的银票啊！扬州城内的2间大宅子，房屋地契，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些银票和地账是哪里来的？哈哈哈。只有山一大哥在送别时接触了我的包裹，可是山一大叔哪里来的这么多钱？是你吗，陆棠？你不是生我的气了吗？你不是连送都不肯送我吗？为什么还要为我安排好余生的一切？不好了！货场暗礁啊，船漏水了，快救命好啊，怎么不跑了？你这贱蹄子，还真以为能飞出主子的手心？绑起来，堵上嘴，带回府去。把他嘴里的东西拿掉。你跑的倒是挺快，我这宰相府难道还困不住你一个小小的陪嫁丫鬟？你笑什么？你以为攀上了那个病嘴就能脱离我的掌控？我告诉你，你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！我只是利用一下你的身子去讨好侯爷，你竟然敢另谋他路！你这个背主忘恩的东西！你难道忘了曾经承诺过的要做个忠仆吗？我只知道尽自己的本分，做好分内的事，换来好好生活的资格。好一个好好生活的资格！我是你的主子，你的命都是我的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我是你的奴婢，可我也是人。好啊，给我打，狠狠的打，打到他认清自己的身份为止。小蹄子，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。骨头还挺硬，那咱们今天换个新玩法。到底想怎样？十指连心，沈开云，我倒要看看你什么时候能认清自己的身份。
我就停手。不识抬举的贱货，把他扔进水牢，我看他能熬到什么时候！爹，娘！啊！娘！为什么会这样？开云姐姐，你不能死，你快醒醒啊！你认识我吗？开云姐姐，你都忘了，我受过你的大恩。几年前小姐的金镯子丢了，管事找不到小偷，就要随便拿我顶罪。是你看出我的冤情，先稳住了小姐，再把真正的小偷找了出来，我才没落得残废的下场。开云姐姐，我欠你一条命，这次换我来救你。你这么心善的人，小姐为什么要这般折磨你啊？因为我不是个忠仆。外面侯府那边怎么样了？听说侯府那位大爷马上要与郡主结亲了，算算日子，应该就是这几天的事了吧？本来好事都要成了，摄政王府的聘礼都快抬到门口了。不过什么？那位大爷身体又不行了，听说已经是黄土埋到头的程度了。大夫说，成亲的话，只怕会直接死在喜堂上。侯府那位老祖宗慌了神，哪还顾得上什么婚事？直说是郡主克了大爷。摄政王夫妻那么疼女儿，哪舍得女儿真守一辈子活寡？这婚事就这么算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他明明已经好转了，那郡主呢？郡主也肯取消婚事吗？郡主是金枝玉叶长大的，哪跟生死打过交道？听说大爷发病那日，直挺挺躺在床上，跟死人一样。郡主当即就吓晕过去了，连夜搬出了侯府。唉，真是造化弄人啊！我的姑奶奶呀，你快别担心他们了，赶紧想想你怎么办吧。你就当再行个好，别让我眼睁睁看着我的救命恩人死在我面前，行不行？你这样下去，熬不过明天的。我求你一件事。先将我爹娘的尸体捞出去，好好安葬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今晚就去办。开云姐姐，我都办妥了，找了个干净向阳的山坡。那你呢？你怎么办？麻烦你帮我找一个东西。沈开云姐姐，你要我找什么东西？你快说，我拼了命也给你找来。一个木盒，8丈大小的黑檀木盒子。木盒在哪儿？那个木盒被我藏在了衣服的暗袋里。只是那些衣服，说不准被扔在哪个杂物房或者后院的垃圾堆里了。宰相府之大，想要找一个小小的木盒，何其艰难。生死有命，我这副身子八成是要死在这里了。不会的，我一定能找到，你等着我。如果你没能找到，如果没能救活我，
你千万不要愧疚。你已经将我爹娘安葬好，这份大恩，我沈开宇来世再做牛做马。我不要你做牛做马，我现在就去找，我一定会找到那个木盒。你竟然还没死啊！看来是老天都在惩罚你，觉得你背叛主子罪孽深重，特意让你多留着这口气，好多受几日苦。怎么成哑巴了？你以为装死我就能放过你？我告诉你，想都别想！他以为我是在装可怜，其实我是在诅咒他，诅咒他机关算尽，最终身败名裂，不得好死。如果不做忠仆的下场，就只能是这样。那我不如做个奸诈恶毒的恶仆，起码死得不冤。贱人，你还敢嘴硬！给我弄死他！我一刻也不想再看到他的这张脸！他终于要给我个痛快了。绳子松了，难道小姐又想到了别的法子折磨我？你们是谁？这可是宰相府！救命啊！阿云，阿云！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开云，对不起。陆檀，我好想你啊。还好大爷把你救回来了。路好黑。我在，开云别怕，谁也不能再伤害你了。醒了。陆檀呢？守了你好几夜了，眼珠子熬得像兔子一样，我实在看不下去，就给他的水里加了点安神的药，把人放倒，抬去侧心房睡了。他是不是又犯病了？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，怎么能这么熬啊？你走之后，他比之前还可劲地作践自己，整宿的不睡，咳了血也不肯吃药。
他喜欢的人又不是我，我有什么办法劝得住？都是我不好。行了行了，哭什么丧？人不是还活着吗？你放心，30岁之前他都死不了的。30岁以前都死不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30岁之后呢？难道他是活不过30岁吗？他早晚会死的，你难道还不清楚吗？如果他不早丧，哪来你们这阴阳交错的缘分？可云，怎么了？是谁欺负你了？我现在要亲你，你干不干？你第一次亲我的时候，可没这么礼貌。陆檀，我真喜欢你。我也是。有多喜欢？我从来没想过，我这样短暂的人生里，会遇到一个这样喜欢的人。我也没想到，我这卑贱的一生里，所有的期望本都终止在被小姐送给陆白衡的那个晚上。那时的沈开云只觉得这一辈子就在烂泥里了，但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4年后竟然会爱上一个快死的人。再见，老夫人，我已不再是侯府任人践踏的奴婢，而是以客人的身份坐在这里。老夫人，沈姑娘，请用茶。看得出老夫人待花骚很好。既然檀儿之前的婚事黄了，那么你们结姻亲的事儿依旧作数。成亲之后，我会立刻安排人将你送去后山的佛院，保你后半生衣食无忧，再不受俗事纷扰。多谢老夫人成全。沈初晴后来如何了？早些时日，两人大闹过一场之后，百儿与他便彻底决裂了。唉，半个月前，百儿那位受宠的妾室流产身亡，查出来也是他的手脚。他原本并非想要让那妾室失去孩子，只是想让人难产，好去母留子。没曾想剂量没掌控好，闹了个一尸两命的凄惨下场。当年百儿想娶她时，我便不赞成。她身体羸弱，根本不该做宗室命妇。不过百儿心悦于她，我不想让她落下遗憾，才勉强点头。现在看来，她果然不是个合格的主母，心胸太过狭窄，手段如此狠毒，根本就不是有福禄的命。小姐走到今天的地步，一尸两命，众叛亲离，固然是她自己恶毒作孽，可是难道陆白衡就没有半点过错吗？若非当年他傻花宴上的痴迷求娶，便没有后来这许多事。看在宰相的面子上，我不会休妻，但我不会再宠爱他了，算是他伤害了你的惩罚。惩罚？那我父母的命呢？难道沈初晴便不必偿还了吗？你父母终归是下人。事已至此，我与侯爷无话可说，请让开。你到底是怎么魅惑了我大哥？那天他为了救你，连命都不要了。你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勾搭上的？与你无关。
你睡过了，他知道我俩的关系吗？你慎言，我跟你没关系。没关系？你这话说的可真让我伤心啊，开云。你别忘了，我们俩可是做了整整3年的床上夫妻啊。你闭嘴！你现在竟然敢打我！你不怕我把这一切捅出来吗？让大哥知道他视若珍宝的女人，其实是我穿破的破鞋。你最好赶紧说出来，我很好奇，等陆棠知道了一切，他会先打死谁？你不怕他因此便不爱你了？怕，我当然怕，但我不是怕他不再爱我，我怕的是这一切会让他难过。陆白恒，你想多了。我对陆檀的喜欢根本没你想的那么深沉，他只是我用来活命的工具而已。若不是你和小姐联手逼我至此，我一个好好的姑娘，怎么会上赶着去嫁给一个半死不活的人？原来如此，这么说，你对他的喜欢，与之前在床榻上取悦我一样，都只是求生之举。没错，我根本不在意陆檀喜不喜欢我，而你，如果非要告诉他那些旧事，只会让他这个哥哥更加厌恶你。你确定还要这么做吗？好，你说服我了。你也好好想想，接下来该怎么说服他吧。这就是你派人引我至此的目的吗？大哥，我是想让你看清这贱人的真面目。她就是个自私凉薄的女人。当年为了活命，她能爬上我的床，能像狗一样对你摇尾乞怜，现在也一样能抛下你。说完了，你想如何？大哥，这丫头骗你这么久，想必你也恨极了她，不如我们现在就带她去母亲面前，揭开她的真面目。按家法，丫鬟通奸理应进猪笼，不过我对她到底还有点旧情，那就让她做我的洗脚婢，如何？沈开云，在那站着干什么？还真想给他洗脚吗？大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可是个骗子。你的妻子不知道怎么对待自己未来的嫂嫂，所以我让她死了。沈初晴死了。快来人啊！夫人上吊了！夫人上吊了！我去看看。是你做的，你一个残废是怎么做到的？你大概是当侯爷当久了，什么都忘了。父亲临终前本是要我袭爵，只要我不死，他精心培养的死士始终供我驱使。若非我身体不好，将这侯爵之位亲手让给你，这位置如何也轮不到你。
长嫂如母的道理，你如今也不懂了吗？什么嫂子？姻亲可不算正儿八的成亲。侯府嫡长子的妻子，怎么能是一个见不得人？怎么能是一个早已失去了清白之身的残花败柳？很好。哥，你要干什么？来人！来人啊！她不是贱婢，她叫沈开云，是你嫂子，记住了吗？想让我认这么个被我玷辱的女人做嫂子，除非我死！哥，我可是你亲弟弟啊！我又不止你一个亲弟弟。你就这样把陆白恒关起来？他毕竟是朝廷命官，很快就不是了。仗着侯府的势力，伤天害理的事他做了太多，是时候清算了。别碰我！对不起。你干什么？以后我们都分开睡吧。沈开云，我如果是个正常人就好了。如果我是个正常人，现在就会把你绑到床上，把之前你对我做过的那些事，统统对你做一遍。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任由你欺负，想睡我就睡，不想睡了就跑。你拿我当同房了！不是的，我只是不想再惹你生气。而且，我听山医大叔说，你没有过女人。然后呢？而且，我对你的感情并不纯粹。我现在虽然很喜欢你，可最初我对你好，只是为了活下去。我只是在利用你。接着说。我这么坏的人，我还是个残花败柳，我还弄脏了你的身体。我本就是个不祥之人。沈开云，你是想气死我吗？我没有。你对陆白恒说的那些话，我虽然听得难过，但知道那是你为了稳住他说的口是心非之言。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如果我到死也不知道你受了那么多苦，甚至生前也没能替你报仇，沈开云，你知道我会多痛苦吗？你想看我死后也不得安息吗？其实我也没那么大度，只要一想到别的男人对你做过的事，我就想杀了他，把他每一根手指都剁下来。好在他不爱你，也不懂得珍惜，才让我有了可乘之机。假使我能早点遇见你，一定会想方设法将你藏起来，让你只属于我一个人。沈开云，你才不是残花败柳，你是我的宝贝。
荒唐！我唯一的女儿在你们侯府无端丧命，你们连个交代都不给吗？今日若不给我一个满意的说法，我定要踏平你这侯府！我要参你们侯府一个草菅人命之罪！说法，宰相大人想要什么说法？这孩子虽然犯下大错，但到底是百儿的发妻，我原也没想怎么样，只是命他禁闭思过，不曾想他这般想不开，竟走上了绝路。我儿与他成婚后，年近30却膝下犹空，好不容易有个妾室，有了孩子，他竟妒忌至此，亲手下毒害死了我侯府唯一的孙辈。侯府没有休妻，已经是看在宰相大人的面子上了。大人若是非要闹到御前，我侯府奉陪到底，只怕到时候身败名裂的是你们相府。姐，你没看到那场面，老夫人那气场，直接把宰相大人骂得狗血淋头。宰相脸都绿了，夹着尾巴就走了。我就说那个恶毒女人不会有好下场，这下好了，她自己作死，还连累他爹丢尽了脸。姐，出大事了！天大的事！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，慢点说。今早摄政王突然上奏参宰相叛国，我以前那些在相府里当差的姐妹们，现在纷纷研究出路呢。叛国？无缘无故的，宰相怎么会叛国？好像是几10年前的旧事了，听说跟西南彝族那场叛乱有关，具体的我也不懂，反正宰相这次是死定了。郡主，奴婢见过郡主。你就是那天灯会站在陆檀身边的姑娘吧？是。别紧张，别担心，我可不是来跟你抢陆棠的。其实上次在酒楼，他就已经跟我把话说绝了。他那人脾气臭得很，毫不留情地表明了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只是我那时候还不死心，觉得本郡主哪点比不上你，非要死缠烂打的逼着我爹娘去提亲。唉，算了算了，谁年少时还没做过几件丢脸的事儿呢？感情这事儿勉强不来。我今天特意过来是向你道个歉的，之前提亲的事给你添堵了，可不许生我气啊！岂敢岂敢，奴婢，我怎么敢生郡主的气？那郡主今日屈尊来这碧湖居，到底所谓何事？我啊，是特意来向陆檀道谢的。谢他什么？宰相与我爹向来在朝堂上不对付，水火不容。陆檀这次可是帮我爹除去了一个天大的心头大患。30年前，宰相还只是居于兵部尚书之位，天下太平，他便没有争功向上爬的机会。为了揽权，
他竟然与西南彝族首领秘密通了数十封书信，硬生生煽动起他们的悖逆之心，这才有了当年那场西南叛乱。战火烧起来后，那老贼为了捞好处，还数次将军机要秘卖给彝族。老侯爷一生久战沙场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岂能被区区彝族围困住？正是因为后方有内鬼出卖，他才在那场仗里险些丢了性命。况且，当年老侯爷在朝堂上与宰相本就是政敌，他正好借彝族的刀除掉自己前路的障碍。可是，这跟陆唐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些年，他虽表面上卧病在榻，但在暗地里，他早就收集了宰相私收贿赂、科举斗弊、结党营私的种种罪证，包括这些连通叛国的铁证，他都完完整整的交到了我手上。陆檀日日在我身边，什么时候送的证据？所以，你当初突然连夜离开碧湖居，根本不是被陆檀吓跑的。陆檀把宰相与彝族首领来往的密信交给我时，我实在是太激动了，才连夜离开。再说，我可是将来要继承我爹衣钵，做女摄政王的人，怎么会这么胆小？可那时候陆檀根本还没出生呢，他从哪里搞来的这些几十年前的密信和证据的？他身边一直跟着的那个郎中就是彝族人啊，你难道不知道？山一，真是天妒英才。他才华横溢，若非这心急拖累，这朝堂之上定有他半壁江山。这是摄政王府库房里的千年老参和几味保命的吊气药材，你且留着给他用。我爹说，欠他一个人情。多谢郡主。好凉。人人都说陆檀患有严重的心疾，才导致这般羸弱。可心疾一旦发作，便命在旦夕。可山一从未对我说过心疾之事，我也从未见过陆檀发病。大叔，我有一事相问，请您务必对我说实话。丫头，这世上有些实话比刀子还伤人，你想好了再问。大少爷的病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人人都说他有心疾，发作便命在旦夕。可我陪了他这么久，从未见他像心疾病人那样发病。他的身体冰冷的不像活人。前辈，这根本不是心疾，对不对？你这丫头倒是敏锐，你猜的没错，她根本没有心疾，只是被人害了。是谁？我。您说什么？害她的人就是我。大叔，您在开什么玩笑？您日日夜夜熬药，为了救她几乎耗尽心血，怎么可能是您害了她？丫头，坐吧。这是30年前的旧事了。彝族归顺我朝多年，风俗同化，两族人民几乎为一家，百姓安泰。若非当年彝族首领和那狗贼的野心，怎会战乱四起，生灵涂炭？
当年宰相出卖军情，老侯爷才被困绝境，而救下他的人是我。我不仅会治病救人，更通西南秘术。为了消灭战乱，不让无辜百姓再惨死，我行了秘术，说服老侯爷用至亲之人的性命换战局的气运。至亲之人，难道是……老侯爷父母早亡，这世上能与他称为至亲的，只有发妻尚在肚中的孩儿，也就是陆唐。陆谭本是贵不可言的命局，可惜被借了命，寿数直接清零。他出生那日便是个死胎。后来的确如我所言，气运加深，老侯爷所向披靡，天下安定，封侯拜将。可求求你救救他，我后悔了，我不要这功名陵禄了，求你把命还给他。他将那小小的婴儿捧在手心，痛不欲生，求我救他儿子一命。我心怀愧疚，便逆天而行，再次使用秘术，强行给这早夭的孩子续了30年阳寿。所以，他从一出生就是在倒计时。所谓心急，不过是糊弄世人的幌子而已。这副身体本就在半阴半阳之间，极不稳定。这些年我在他身边用尽毕生本领，各种奇药吊着，才让他看起来与常人无异。那如果一直有您照料呢？30岁之后还能不能？如果他没在18岁那年跌入湖中，没有阴气入体导致气血紊乱，他就算只能活30年，也能过得意气风发，没准还能留下血脉。可惜了，那一落水，将他原本就脆弱的根基彻底摧毁了。流放宁古塔，终生不得回京。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咱们同父同母啊！宰相倒台，牵连出我那些事，皇上判我流放宁古塔，我走了侯府怎么办？母亲怎么办？爵位谁继承？你把父亲的脸都丢尽了，还好意思提他？咱们爹娘抗替情深，共育有4子，我还有2个亲弟弟，他们都在边疆保家卫国，他们都比你像个人。报复！你是不是在报复我？报复你什么？当年是我借赏鱼的机会把你推下水的，是我才导致你心急发作，大好前途被毁。你恨我入骨，所以你要整死我，对不对？我从未对你有过半分真心。你疯了！你为什么要推他？他是你亲哥哥啊！呀！我们明明只差1岁，却让你占尽了嫡长子的风头。爹娘偏爱你，你随便写几篇文章就能得到满堂喝彩。我呢？我却要在烈日下扎马步苦练，连一句夸奖都得不到。甚至你出生就是死胎都能被救过来，你凭什么有那么好的命？我杀你！
真是报应不爽！我毁了你的人生，你今天也毁了我的，咱们扯平了。没事了，开宇，别脏了你的手，我在，不怕。你难道是毁过我的人生吗？我曾经最喜欢温柔的春天，万物复苏，生机勃勃。可现在，我却希望它永远也不要到来，因为陆潭的生辰就在春天。陆潭，你看这桃花开得多好，等过几天你生辰，我给你做桃花酥吃，好不好？好，只要是你做的，都好。陆潭！山医说，陆潭本身就是死人，现在他只是不可避免的回到起点。我能做的，只能是陪他走完最后一段路。我只希望他快乐，所以我也要快乐，绝不能让他看到我这副丧气的样子。以后不许偷偷哭。大爷醒了，开云没哭，只是虫子进了眼。我都看到了，你躲在后院的假山后面，眼睛都哭肿了。他这些日子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，怎么会知道？我想抱住你，安慰你，但是做不到，我就悬在半空，急得团团转，可你看不见我。陆潭，我的开云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啊？以后我死了，开云也要这么哭吗？你别乱说话，你不会死的，我不准你死。你说过要陪我吃桃花酥的。好，陪我的开云吃桃花酥。老夫人，大爷的阳寿已尽，随时都会咽气，可以准备姻亲了。我知道了。沈姑娘，老夫人吩咐，嫁妆已备好。大爷一走，您便立即换上嫁衣，与大爷行跪拜成亲之礼。好，我知道了。
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跑得这样急？外面都在传，老夫人要让你跟大爷结姻亲，姐，那是死人的事啊！他们说，活着的人一旦结了姻亲，不仅要被缠一辈子，还大多不得善终。陛下说，姐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才答应的，都是我拖累了你。我可以继续回去做粗活，你跟老夫人说不结了好不好？华苏，我曾经是为了你，也为了自己，但现在不是了。姐，你说什么？我生来卑贱，在这侯府里不过是个可以随意买卖、送人，甚至碾死的物件，人人都能踩一脚。而陆檀，他是天之骄子，是15岁就高中的探花郎，是这世上最光风玉月的人。若非他遭人暗算早逝，若非这必死的残局，像我这样的人，跟他根本便不会有这段姻缘。华苏，我爱他，这是唯一一个能让我们成亲的机会，哪怕是姻亲，哪怕不得善终，我也要嫁他。开云，我在呢。嫁衣做好了吗？去穿上，给我看看。做好了，我这就去穿。你等我，千万要等我。陆檀，我穿好了，好看吗？没关系，我等你醒来。陆檀，姐，你终于醒了，你怎么样？我们在哪儿？我为什么在这儿？陆檀呢？姐，是大爷的遗书救了你。你说什么？遗书？他不仅拒绝了老夫人的姻亲，还留下遗书，让老夫人放我出府。我刚刚还在你的包裹里发现了这些房产和田契，全是江南扬州的好地段。他怕老夫人不同意，便派暗卫连夜先送了你出府上船。老夫人照着遗书刚为我脱了贱籍，我就赶来码头找你了。姐，咱们终于不再为奴为婢了，以后就能过自由而富足的生活了。自由、富足，这是我曾经做梦都想得到的生活。真没想到大爷是这般仁善的人，对我们这些下人能考虑得这么周到。姐，你不是一直想去扬州吗？是啊，我想去扬州。
扬州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，等以后有机会了，我真想去那儿做个有房有田的小富婆。然后呢？然后当然是再找几个年轻力壮的赘婿啊。有吃有喝没烦恼，再拿点闲钱去帮助下鳏寡孤薄，给自己积点德，最后嘛，寿终正寝了。想的倒挺美。姐，江上风大，别着凉了。姐，你怎么了？我们马上就要到扬州了，以后再也没有人能欺负我们了，你难道不开心吗？开心，我当然开心。太好了，姐，我们终于熬出头了。开得崇山去，唤雨浮云来。开云是个好名字。好在哪里？云的寿命很长，漂洋过海，看尽世间疾苦，最后淡然而过，无拘无束。人也一样，你能在长命百岁的人生里爱过我几年，我已经很知足。爱过了就算了。沈开云，继续往前走。我希望沈开云快乐。